你是不是总盼着稳定，找工作要铁饭碗，理财要保本的，生活不想有意外，觉得只要不出错，日子就能顺风顺水？但我告诉你一个真相，越追求绝对稳定，你越脆弱。就像温室里的花，风一吹就倒，而野地里的草，再大的雨浇完，反而长得更壮。今天咱们要讲的反脆弱，就是一本教你把风险当养分的神书。作者塔勒布，就是那个预言了金融危机的黑天鹅之父。他最牛的地方，不是懂多少理论，而是能把复杂的社科、经济原理变成咱们普通人能落地的生存法则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就用大白话讲透4个核心。第一，什么是反脆弱？第二，为什么咱们越活越脆弱？第三，4个立刻能用的反脆弱技巧。第四，怎么判断一件事值不值得做？看完你会发现，那些让你焦虑的不确定性，其实都是你超车的机会，还能避免踩坑伤害别人。搞懂反脆弱的第一步，咱先把最基础的3个核心概念掰扯明白。这仨词听着玄乎，其实用生活里的东西一对照，立马就懂，一点不烧脑。先看脆弱的东西，就像你刚买的新手机屏幕，那叫一个金贵，稍微手滑摔在地上，立马碎得稀巴烂。它呀，就喜欢安安稳稳的，半点波动都扛不住，越平稳越好。再看强韧的东西，这就得说你家洗菜用的塑料盆了，不管你怎么摔怎么磕，它顶多凹个小坑，拜拜还能继续用，不会坏，但也不会因为你摔它就变得更结实，波动对它来说没啥影响，就像没发生过一样。最后是反脆弱的东西，这可是咱们要追求的终极状态。就像你健身练肌肉，适当给点重量压力，肌肉撕裂后再修复，反而比以前更壮。又像弹簧，你压得越狠，它弹得越高。这3者的关键区别特别简单，脆弱的东西怕变化，强韧的东西不怕变化，而反脆弱的东西不仅不怕变化，还能从变化里捞好处。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例子，有人失业后没自怨自艾，反而琢磨出自己的小生意，比上班赚的还多。有人失恋后沉下心提升自己，反而遇到了更合拍的人，这都是反脆弱的真实体现。但那些一辈子守着铁饭碗，不学习、不尝试新事物的人，一旦行业变动、单位改革，立马就慌了神，手足无措。这就是典型的脆弱体质，扛不住半点风浪。搞懂了3个概念，咱再深入。反脆弱的核心密码，可选择性。这词听着专业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有权利没义务，情况好就赚，情况差就及时止损，损失有限，收益却能无限大。最经典的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操作，堪称可选择性的鼻祖。他提前租下了全城的橄榄油压榨机，等到当年橄榄油大丰收，大家都需要压榨机的时候，他再高价转租出去，一下就赚翻了。关键是啥？他根本不用精准预测今年一定丰收，只需要保留租压榨机这个选择权就行。不管最后收不收成，他都不亏，收成好就大赚，收成一般也能收回成本。这就是可选择性的魔力。生活里的可选择性其实到处都是，只是咱没刻意留意。你利用下班时间学写作、练演讲，不是为了马上赚钱，而是保留以后能靠技能变现的选择权。你做副业不 all in， 只投入一点时间和小钱，就是保留赚了就加码，亏了不影响生活的选择权。甚至多认识几个不同行业的朋友，也是保留遇到机会有人提醒的选择权。反过来就惨了，签那种长期卖身契工作，规定离职后几年内不能干相关行业，这就是把选择权拱手让人，把所有钱都投在一套房里，不能灵活调整，也是放弃了选择权，把自己绑死在一条船上。讲完可选择性，咱必须避免一个大坑，绿色木材谬误。啥意思呢？就是很多人把书本知识和实操本事搞反了，以为背会理论就会做事，其实差远了。塔勒布在书里讲了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，有个做绿色木材生意的专家，竟然以为绿色木材是漆成绿色的木材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但人家生意照样做得风生水起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为啥？因为他懂的是怎么买卖木材，怎么判断木材质量，怎么找客户，这些实操本事。至于木材为啥是绿色的，对他做生意根本不重要。
懂不懂都不影响赚钱。生活里这种人太多了，有人背了一肚子理财公式，能把 K 线图分析得头头是道，却不敢下手实操，结果不如菜市场大妈凭感觉买基金赚得多。有人学了一堆管理理论，张口闭口彼得原理、帕金森定律，却管不好一个小团队，不如那些从基层干起来的主管。人家懂的是怎么跟员工沟通，怎么解决实际问题，不是书本上的条条框框。还有那些不懂复杂公式的老交易员，定价比公式算出来的还精准，因为他们懂的是市场的实际规律，是摸爬滚打练出来的实操本事，不是书本上的理论规律。这就是实操的力量。所以反脆弱的人从来不是先背理论再做事，而是先动手试错，在实操中总结经验。实操里的智慧往往比书本知识更能帮你应对不确定性，这才是反脆弱的关键。兄弟们，搞懂了反脆弱的核心逻辑，咱再聊下现实。现代化看似让生活更方便、更稳定，实则在悄悄削弱咱们的反脆弱性。生活里很多看似帮你的事，其实都是脆弱推手好心办了坏事。先说说医疗领域的脆弱推手，咱是不是一有点小感冒、小发烧就赶紧吃药打针，总觉得这样好得快，还能避免病情加重？但其实身体有自己的自愈能力，小感冒扛一扛就过去了，过度治疗反而会让免疫力下降。这就是塔勒布说的医源性损伤，简单说就是医疗行为本身带来的伤害。临床中就有类似案例，比如不当的医疗操作可能引发额外损伤，医生的好心反而削弱了身体的反脆弱性，让它变得更娇弱，扛不住一点病菌。再看教育领域，现在很多教育都是填鸭式，只教标准答案，不让孩子试错，不让孩子自由探索，觉得这样能培养优秀生。可事实是，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看似成绩好，却没有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面对职场和生活的不确定性根本扛不住。这就是剥夺了孩子的反脆弱训练，让他们习惯了确定性，一旦遇到意外就慌了神。经济领域更明显，大家长为了稳定会救助那些本该倒闭的企业，看似保住了就业，其实可能是让坏企业占用了资源。这些坏企业大概率效率低，没创新，靠贷款续命却创造不了实际价值，被称为僵尸企业。他们本该被市场淘汰，结果占用了本该给新企业的资金和机会，阻碍了更有活力的企业成长，让整个经济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。有个案例，日本失去的20年就是典型教训。最高峰时，僵尸企业占到日本企业总数的 20%， 日本政府长期救助，导致资源错配，经济长期停滞不前。这些脆弱推手的共同问题，就是把复杂的系统、身体、社会、经济当成简单的机器，以为修修补补就能稳定，却忘了系统需要波动才能成长。就像你不能把猫当成洗衣机来修，猫有自己的自愈和成长逻辑，洗衣机坏了能修，猫病了，有时候最好的方式是让它自己恢复。所有复杂系统都这样，过度干预只会适得其反。聊完脆弱推手，咱再说说一个特别怪的现象，失败者撰写的历史。很多伟大的发明都不是专家在实验室里搞出来的，而是业余爱好者、实干家试错试出来的，但功劳最后都归了学术理论。工业革命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发明动力织机的埃德蒙·卡特莱特是牧师，他在牛津大学毕业后担任教区牧师，却凭着兴趣发明了改变纺织业的动力织机。培育捷克罗素梗的捷克罗素也是牧师，为了狩猎需求专门培育出敏捷的梗犬。还有研究地质与古生物学的威廉·巴克兰，虽以学术研究闻名，但他的探索也源于实际观察，而非纯理论推导。这些人没有学术框架的束缚，更在意解决实际问题。卡特莱特发明织机是为了提高织布效率，捷克罗素培育小狗是为了辅助狩猎，他们的创新都源于真实需求，而非为了发表论文。再说说蒸汽机，它的原理早就被古希腊人发现了，却躺了2000年没人用。直到实干家们为了解决挖矿、排水、工厂动力的实际问题，才把它一步步改良，变成了改变世界的机器。理论早有了，但没有实际需求的推动，根本不会有真正的创新。医疗领域更明显，化疗药物的研发就源于2战时期的意外发现。
士兵接触芥子气后白细胞减少，医生由此想到用它的衍生物治疗白血病，这可不是定向研究的结果。还有我们熟知的伟哥，最初是为了治疗心血管疾病研发的，结果临床试验时发现了它对男性勃起功能的意外效果。这些创新都来自试错中的惊喜，而非书本上的规划。为啥会这样？因为学术专家喜欢追溯理论，写完论文就完事儿了，而实干家喜欢解决问题，遇到问题就试错，反而能碰出创新的火花。反脆弱的进步从来都是先做事再总结，而不是先总结再做事。这就是实干家比理论家更能推动世界进步的原因。最后，咱聊聊两个关键概念，帮你一眼判断一件事是不是真稳定：火鸡悖论和林迪效应。先听火鸡的故事，特别扎心，很多人都在犯这个错。一只火鸡被农夫喂养了1000天，每天都能准时吃到食物，他觉得生活特别稳定。农夫对他特别好，甚至还会预测明天还能吃到美食，沉浸在安稳的错觉里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第1001天是感恩节，农夫直接把它宰了，变成了餐桌上的美食。这就是火鸡悖论，只看到过去的稳定，却忘了隐藏在背后的致命风险。很多人就像这只火鸡，觉得一份工作干了10几年就永远稳定，觉得房价涨了几十年就永远涨，觉得手里的理财产品一直赚钱就永远靠谱，却忘了风险可能就在下一天。过去的稳定不代表未来的安全。那怎么判断一件事是不是真稳定？塔勒布给了个超简单的方法：林迪效应。一件东西存在的时间越长，未来存在的时间可能也越长。简单说，时间是最好的筛选器，能经得住岁月考验的才更靠谱。比如老牌子的酱油比网红酱油靠谱，因为它卖了几十年没倒闭，说明经得起市场波动，大家一直认可。要是不好用不靠谱，早就被淘汰了，流传了几百年的养生方法。比如多喝水、少熬夜、适度运动，比那些突然冒出来的神奇疗法靠谱，因为它经过了无数人的验证。不好用、不安全，早就被遗忘了。甚至手写笔记比电子笔记更抗造。电子设备可能坏，数据可能丢，但笔记只要妥善保存，永远能看。这就是林迪效应的魅力。经过时间沉淀的东西，往往更有反脆弱性。反脆弱的核心就是不让自己成为那只火鸡，同时学会用林迪效应筛选靠谱的人和事。不要迷信短期的稳定，要相信经过时间考验的东西，这样才能在不确定性中站稳脚跟。兄弟们，看透了现代化的脆弱陷阱，接下来就是咱们这部分的核心，4个立刻能用的反脆弱技巧。不管是理财、工作还是生活，照着做就能提升抗造能力，还能守住底线不伤人，全是能落地的干货，赶紧记好。第一个技巧，杠铃策略，这是塔勒布最核心的方法。简单说就是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，还得放2个极端的篮子，一端求稳，一端冒险，中间的中等风险最坑人，千万别碰。先看理财场景，这是最容易上手的。咱把90%的钱放在低风险地方，比如存款、国债、银行、稳健理财，这些产品收益不高，但能保证本金安全，够咱日常开销，应对突发情况。剩下10%的钱，咱可以投在高风险、高回报的地方，比如优质股票、行业基金，或者自己能掌控的小成本创业项目，比如摆摊、做手工副业。这10%的钱就算亏了，也不会影响咱的基本生活，就当是探索机会的学费。但一旦赚了，可能就是几倍、几十倍的回报。我身边就有朋友用10%的积蓄买了新能源行业的基金，2年翻了3倍，整体财富直接上了一个台阶。再看工作场景，杠铃策略同样好用。主业求稳，保证稳定收入和社保，让你饿不死，有保障。副业求险，做自己感兴趣有潜力的事，比如拍视频、写文章、做手工，试错成本极低。我刷过某博主，是中学老师，主业稳定，副业在网上分享教育心得，慢慢积累了粉丝，现在副业收入比主业还高，就算以后不想上班了，也有退路。这就是杠铃策略给的安全感。生活场景也一样，大部分时间按部就班，保证健康，陪伴家人，这是稳的一端。
小部分时间尝试新鲜事物，学个新技能，去个新地方旅行，认识新朋友，这是险的一端。按部就班，让你有安全感。新鲜事物能给你带来新机会、新认知。比如有人去云省旅行，认识了做茶叶的朋友，回来就开了个茶叶小店，日子过得比以前有意思多了。关键提醒，千万别搞中等风险，比如既不想踏实上班，又不敢创业，总想找既轻松又赚钱的工作。理财既不想存银行，收益低，又不敢投基金，怕亏，总想找保本高收益的产品，最后大概率要么被骗，要么一事无成。温水煮青蛙最容易被淘汰。第二个技巧，试错法。反脆弱的成长从来不是靠不犯错，而是靠小成本犯错。每次犯错，损失可控，还能学到东西，积累下来就越来越强。创业的朋友注意了，别一开始就投全部积蓄，先做最小可行产品。想做餐饮就先摆摊试口味，想做电商就先开个小网店试水，看看大家喜不喜欢，买不买，收集反馈再调整。就算失败了，损失也就几千块、几万块，不会让你倾家荡产，还能知道这个口味不行，这个产品没人要，下次换方向就行。这比盲目投入几十万、几百万靠谱多了。学习新技能也一样，想学画画，别一开始就报几万块的集训班，先买本入门书，看免费的视频，画两笔试试自己是不是真感兴趣，能不能坚持。要是试了2周就觉得枯燥，不想学了，也没花多少钱。要是越画越喜欢，再报专业课程深入学，小成本试错，避免花冤枉钱，浪费时间。理财也适用，别一开始就重仓某只股票，先小金额买入，观察1-2个月，看看它的波动规律，自己能不能承受亏损，再决定要不要加仓。记住核心，试错的关键是损失有限，收益无限。就像科学家做实验，一次一次试错，最后才能找到正确答案。那些害怕犯错的人，永远停在原地，永远没机会成长。第3个技巧，否定法。很多人觉得反脆弱要做很多事，其实恰恰相反，去掉那些让你脆弱的东西，比增加新东西更重要。塔勒布说过，我们知道什么是错的，比知道什么是对的更容易。健康上，少熬夜，少喝含糖饮料，少吃加工食品，比吃各种保健品更能提高免疫力。身体的反脆弱性往往来自减少伤害，而不是增加补品。我外公从来不吃保健品，就坚持早睡早起，清淡饮食，每天散步。现在80多岁了，身体比很多年轻人还硬朗，爬楼梯不用扶，这就是减法的力量。工作上，辞去让你内耗的工作，远离只会画饼的老板，拒绝无意义的加班，比盲目找新机会更能让你专注成长。无效消耗会榨干你的时间、精力和情绪，让你没心思学习，没动力尝试新事物。砍掉这些累赘，你才能把精力放在真正有价值的事上，比如提升技能、拓展副业。理财上，远离高收益零风险的骗局，不要加杠杆炒股，不要把钱都投在一个领域，比到处找赚钱秘籍更能保住本金。反脆弱的第一步就是先砍掉那些让你脆弱的累赘，轻装上阵，不用急着做加法，先把减法做好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状态和机会都变好了。第4个技巧，也是最重要的底线，别用别人的脆弱换自己的反脆弱。反脆弱不是损人利己，核心是自己承担风险，自己享受收益，不把伤害转嫁给别人。有些老板就踩了这个坑，让员工无底线加班，不给加班费，不保障社保，甚至拖欠工资，自己赚得盆满钵满。这就是把员工的脆弱当成自己赚钱的工具。可结果呢？员工纷纷辞职，没人愿意干，最后公司招不到人，慢慢就倒闭了。靠伤害别人换来的收益，迟早会还回去，根本走不远。还有些理财经理推荐高风险产品时，只说收益，不说风险，夸大预期，隐瞒风险，赚了佣金就跑，亏了让客户自己承担，这就是转移脆弱性，极其不负责任。真正的反脆弱是做生意就赚该赚的钱，不搞虚假宣传，不缺斤短两。做朋友就真诚相待，不背后捅刀，不算计别人。搞创业就自己先投入，不忽悠别人当接盘侠。记住，反脆弱的前提是善良，
只有不伤害别人的反脆弱，才能走得长远。你可以利用不确定性赚钱，但不能踩着别人的痛苦往上爬。你可以追求自己的成长，但不能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。兄弟们，前3部分咱把反脆弱的概念、陷阱、实操技巧都聊透了，最后咱聊点心底话，反脆弱的底层逻辑，还有咱该怎么立刻落地行动。其实啊，反脆弱的本质特简单，接受世界的无常，利用无常的机会，还得敬畏无常的底线。咱都知道，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，没有永远稳定的工作，没有永远上涨的财富，没有永远不变的关系，无常才是常态。但无常不是坏事啊，就像口罩让很多实体店倒闭了，却催生了直播带货、社区团购、线上办公这些新行业；就像行业变革让很多传统岗位消失了，却让新媒体、人工智能这些新职业冒了出来。那些能在无常中活得好的人，不是运气好，而是他们懂一个道理：不对抗无常，不顺从无常，而是和无常共舞，既利用无常带来的机会，比如别人害怕失业，你提前学了剪辑、写作这些可迁移技能，反而抓住了线上工作的机会，又不伤害别人，守住自己的底线，这才是真的反脆弱。不是硬扛风险，而是借力打力。就像冲浪者不会对抗海浪，而是顺着海浪的力量站在浪尖上。反脆弱的人也不会对抗变化，而是顺着变化的趋势拿到自己的收益，还不踩别人的坑。聊完底层逻辑，咱来个行动清单。从今天起，这4件事你闭眼就能做，做完有改变，不用等，不用拖。第1件，给理财做杠铃配置。今晚拿出你的存款，算出90%的钱，转去存款、国债这些稳健渠道，保证基本生活。剩下10%，找一个你研究过的高风险机会，比如一只你盯了很久的行业基金，或者一个小成本副业，比如摆摊、做手工。记住喽，这10%就算亏了，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，就当是探索机会的学费。赚了就是意外之喜，没赚也积累了经验。第2件，启动一个小成本试错。想学做饭，就今晚买个菜，做一道最简单的番茄炒蛋。想做短视频，就拿起手机拍一条1分钟的生活分享。想学技能，就找一节免费公开课，不用追求完美，先动手再说。试错的意义不是一次就成功，而是让你在行动中找到感觉，就算失败了，也能知道我不适合这个，及时止损，总比光想不做强。第3件，做一次减法行动。现在就打开手机，删掉没用的 APP， 想想你最近在做的事，辞去让你内耗的工作，远离只会画饼的朋友，拒绝无意义的加班，减少无效消耗，才能把精力放在真正有价值的事上。第4件，守住一个伦理底线。不管你做什么事，先问自己一句：这会不会伤害别人？赚该赚的钱，不搞虚假宣传，帮该帮的人，不背后捅刀，做该做的事，不推卸责任。底线在，路才能走得远。最后，咱说句掏心窝的话，真正的稳定不是环境稳定，而是你拥有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活得好的能力，这是反脆弱的能力。而真正的长久，是你拥有不伤害别人的底线，这是反脆弱的良心。你越怕变化，变化就越会伤害你；你越拥抱变化，又守住底线，变化就越会成就你。大多数人输给的不是无常，而是对无常的恐惧，还有为了利益放弃底线的短视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看透稳定的陷阱，学会在不确定中受益，还能不踩坑，不伤害别人。这才是咱普通人该有的反脆弱，既有赚钱的本事，又有做人的良心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你身边那些追求稳定的朋友，让他们也能跳出舒适区，越活越旺。我是支书，记得关注我，咱们下期见。